招财猫。我自从开始经营这间昭和风咖啡店，每天都忙着准备各式茶饮、蛋糕和点心，迎接来来往往的顾客。店里的装潢充满复古韵味，推开木质拉门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间充满怀旧氛围。店内灯光昏黄柔和，墙壁上贴着泛黄的复古海报，有的是昭和时代的电影宣传画，有的是早期的日本广告，例如三矢苏打、三矢、麒麟啤酒、森永牛奶糖等，散发着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，仿佛走进了昭和时代的老旧吃茶店，摆设着许多我从二手古董店淘来的小摆饰，增添怀旧气息。某天休假，我来到一家藏在巷弄深处的二手古董店。这家店外观古旧，店内摆放着各种来自不同时代的物件，气味混杂着老木头与微微的灰尘味。就在我四处寻觅时，一只有些掉漆、磨损的招财猫吸引了我的注意，刚好店里缺了一只招财猫。它比一般的招财猫大上一圈，举起的左手似乎是在招揽财运，却又隐隐带着一丝诡异感。这招财猫多少？我问店老板。老板抬起头瞄了我一眼，语气平淡，这东西摆很久了，给你便宜点吧。我没多想，觉得它与店里的风格很搭，就买了下来。回到店里，我将这只招财猫摆放在收银台旁，希望它能带来好运。奇怪的是，我家的虎斑猫财财对它特别感兴趣，时不时就跑去磨蹭它，甚至会发出低鸣，像是在跟它说话似的。自从招财猫带回来这天开始，店里出现了一些异常。这天夜里，我像往常一样打烊后整理吧台，开始准备隔天要用的食材。我专注地将鲜奶油倒入搅拌盆，加入砂糖与香草精，准备做成店内招牌的昭和风奶油泡芙。就在这时，一阵清晰的猫叫声从吧台另一侧传来。我以为是财财在撒娇，转头一看，却发现他正蹲在咖啡机旁，双眼瞪得圆圆的，直勾勾地盯着收银台。当我结束后准备关店，财财窝在吧台上舔着爪子，一副慵懒的样子。我习惯在关店前最后巡视一遍，检查每张桌椅摆饰的位置，确保一切整齐。啪！清脆的声音打破寂静，我猛然回头，发现放在展示架上的昭和时代音乐盒掉到了地上，盖子还打开了，里面的旋转木马慢悠悠地转了一下，就停住了。我皱起眉，正要过去捡起来，忽然财财喵地叫了一声，优雅地从吧台跳了下来，伸了个懒腰，尾巴在半空中甩了一下。喂，财财，你刚刚是不是在架子上乱跳？我瞪了他一眼，捡起音乐盒查看，好在没有损坏。财财甩了甩耳朵，对我的指控完全不放在心上，转身跳到收银台旁边，对着那只新买的招财猫磨蹭了几下，然后伸出爪子轻轻拍了一下它的头。我叹了口气，摇摇头，这家伙果然是你在乱来。但不知为何，心里总觉得哪里不对。招财猫的方向跟刚刚不一样了，它现在正对着店门口。咔嗒，又是一声异响。这次是窗边摆放的达摩不倒翁，本来应该乖乖站在展示柜上的它，此刻居然滚到了地板上，晃动了几下才停住。我转头一看，财财正站在柜子前，歪着头看着那颗掉落的达摩，尾巴轻轻甩动，仿佛在说，这不是我弄的哦，你刚刚是不是碰到它了？财财眨了眨眼，打了个呵欠，若无其事地舔了舔自己的爪子，完全不理我。我无奈地叹了口气，把达摩捡起来放回原位，这时心里想，应该只是财财调皮吧。然而当我回过神来，余光瞥见收银台旁的那只招财猫，它的方向又变了。这次它正对着窗边，窗外黑漆漆的，像是有什么东西站在那里，静静地看着我。我皱起眉，心里有点发毛。这声音根本不是财财叫的。我安慰自己可能是外面的流浪猫叫声，便继续忙手上的事。但接下来几天，怪异的事情越来越频繁。
某天早晨，当我准备开店时，发现那只招财猫的方向竟然变了。它原本面向店门口，这次却转向了吧台内侧，仿佛在盯着什么。当时我只觉得是自己前一天整理时不小心碰到了，也没多想，顺手把它转回原位。但奇怪的是，这情况持续了几天，每天早上我进店时，它都会自己转向不同的方向。而财财的行为也越来越诡异，总是在半夜盯着收银台，背毛竖起，甚至有时会发出低沉的嘶吼声。这让我开始感到不安。某个深夜，我因为食材存货不足，决定去店里拿点东西。当我打开门时，一股异样的感觉涌上心头，店内一片死寂，但空气中仿佛带着一丝异样的气息。就在这时，我听到了一阵轻微的咔嗒声，像是什么东西轻轻落地。我警觉地走向收银台，发现招财猫又转了方向，这次它的正面对着店内的侧窗，而窗户竟然开了一道细缝。我的心猛地一跳。那扇窗户我记得很清楚，打烊时明明锁得好好的。我屏住呼吸，慢慢走向窗边，正当我准备关上时，一道黑影猛然从窗外闪过。随后，店内的财财猛然炸毛，朝着窗边喵的大声尖叫起来。我吓得倒退一步，手里的手机差点掉到地上。随即，我意识到有贼。惊魂未定的我赶紧报警，警察来到后在窗外发现了一些脚印，看来的却是有人试图从窗户潜入店内。而当我调阅监视器看着画面中的声音时，更是让我毛骨悚然。时间已是凌晨3点，城市陷入寂静，街灯投下微弱的光影，映照在我的昭和风咖啡店外墙。这时，一个身影悄悄靠近了店门，他戴着黑色帽子与口罩，全身黑衣，脚步轻盈无声，显然是个老练的贼。他先是拿出一把小型工具，试图撬开门锁，但没想到这锁比他预想的还要难搞。他暗骂了一声，目光转向店内的窗户，那扇对着吧台的小窗刚好没有上锁。呵，走这里好了，他心想，嘴角微微上扬，开始动手拆卸窗户的防护网，然后灵活地钻了进去。然而，他刚一脚踏进店里，就感觉到一股异样的寒气。咖啡店内没有开灯，但街灯的余光勉强能让人看清摆设，店里一片死寂，空气湿冷得不像夏天的夜晚。他屏住呼吸，环顾四周，确保没有人，这才放心地朝收银台走去。先拿钱吧，快点结束这一切。他靠近收银台，伸手摸向抽屉，这时，啪！身后的架子突然掉下一个东西，清脆的声音在寂静中显得格外刺耳。他猛然转头，只见地上躺着一个翻倒的达摩不倒翁，正不断摇晃着，像是有谁刚刚推了一把。操，这摆饰放得太边缘了吧，他心里嘀咕，没多想，转回身准备拉开收银机。但这时，他忽然注意到招财猫的位置变了。刚才那只老旧的招财猫原本面朝店内，现在却微微转向窗户的方向。他皱起眉，心想，这不是刚刚，但没时间多想，还是先把钱拿了再说。他迅速拉开收银机，刚准备伸手，喵！一声猫叫在他耳边响起。他浑身一颤，猛地回头看向吧台，但那里什么都没有。该死，这店里还有猫！他心跳加快，额头渗出冷汗，目光迅速扫向四周，寻找刚刚发出声音的源头。就在这时，他瞥见店内的地板上浮现出一团淡淡的白雾。那白雾纤细而灵动，像是一道模糊的影子，在微光中浮动着，逐渐凝聚成一只猫的形状，细长的尾巴，高高翘起的耳朵，轮廓清晰的像是一只真正的猫蹲坐在那里。什么鬼？他瞪大双眼，不自觉地退了一步，脚后跟不小心撞到一角，发出吱呀一声。那团白雾缓缓移动，仿佛在指示着他，然后突然猛地朝他扑了过来。啊！他惊恐地往后跌坐在地，双手乱挥，想要驱赶那道诡异的影子，
但手掌却什么都碰不到，白雾瞬间穿透他的身体，仿佛钻入了他的胸口。他忽然觉得胸闷，呼吸急促，脑袋一片混乱，手忙脚乱地逃出店中。这件事过后，我心里总觉得这只招财猫不简单。于是我带着它回到古董店，想问问老板这只猫的来历。这东西你买回去后有没有发生什么事？老板的语气带着一丝试探。我如实告知，他沉默片刻后说，这只招财猫以前是一家老茶馆的吉祥物。那间茶馆的女主人养了一只白猫，据说那猫非常灵性，会守护店家。有一次，店里遭到贼人闯入，女主人不幸被害，那只猫则是拼死攻击歹徒，最后倒在了收银台旁。我听得心头一震，似乎明白了什么。后来有人做了这只招财猫，说是让那猫的灵魂继续守护店家。老板顿了一下，语气有些感叹，只是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它还能发挥作用，倒是挺少见的。回到店里，我看着收银台上的招财猫，心里满是感激。也许它真的在默默守护这间店，像当年守护旧茶馆的主人一样。自此之后，我依旧把招财猫摆在原位，甚至每天开店时会轻声对它说声早安。而财财似乎也不再害怕它，反而经常趴在旁边，一脸满足地打盹。或许这真是一场跨越时代的守护缘分吧。故事就到这边，喜欢的话别忘了按赞、订阅，会持续创作出更多不可思议的故事。我们下次见。